Does anyone know if there's a place to go when nothing feels like home? I'm here but I'm lost in a crowd.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芊芊，这是一期行程可参考的新西兰南岛自驾 vlog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我们的旅程吧。首先第一天我们是从悉尼飞的基督城，在基督城机场取完车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城市逛一逛、歇一歇啦。不过基督城真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子，非常有宗教意义的建筑啊，还有涂鸦呀。可能因为这个城市是地震后的重建城吧，所以可玩性其实不高。除了这个小火车以外，还有一个很值得去看的地方就是这个 Cardboard Cathedral， 它整个教堂都是用纸板建成的，告示牌上还有一只超可爱的小耗子。这个天气真的是一转眼就下雨了，本来是打算去看这个，对，隐形的房子，你们看，天气不好，只有先回住的地方，准备下明天的行程咯。哎，对，他们这边的人，我发现都特别有生活仪式感。你看这些小小的食物被摆得多么的好看啊！OK， 跟随着车载 DJ 音乐的响起，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第一天自驾行程。今天的目标就是前往新西兰南岛最出名的一个湖泊 Tekapo 和 Pukaki。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很眼熟？就是你们在网上可能都刷到过这个非常火的鲁冰花，配上雪山，再配上这个超级蓝的湖水。这玩意扎腿，然后扎了。我去的时候天一开始还有点阴，但天只要稍微一晴，这个湖水就特别蓝。然后我提前在网上预定了一个在这个湖边有一个可以泡温泉的地方，体验了一下，感觉一般般吧，所以还是不分享给大家了。三文鱼，没错，接下来我就要去吃这边最出名的一个三文鱼了。这边有2家三文鱼店都很火，我先去的这一家是因为它开的比较晚，所以相当于就直接把晚饭也在这里解决了。看看这个三文鱼，真的是给我吃到爽啊！给你们看我订的这个民宿，真的 view 太绝了。起了一个大早，因为今天要前往库克山去看冰川啦。我在网上做了好多攻略，我觉得最后对于像我这种懒人啊，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那条冰川路线，没有直升机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只需要徒步20分钟就可以走到。然后我们先去这个 river， 然后再去 lake， 然后再去 glacier view， 都可以这样子。没想到刚开始看还担心没有冰川，因为其实气温有20多度，这个温度居然都还能有冰呢。但只要往前走就能看到这个牛奶蓝的冰川，非常值得一看。近距离看冰川，人脸跟踪，这太冰。作为一身要出片的中国女人，那我当然是准备了衣服来拍照的啦。而且我只需要简简单单的脱掉我现在的防寒外套，因为里面就是我已经搭配好的拍照用的衣服。最后再把鞋子一换，安全第一，舒适第一，就这么的就搞定了。拍完照，我们就前往了另一条路线，也就是往高处走。但是可能由于刚刚拍照的路线实在是太好看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往高处走的路线真的是又累，然后风景又一般。OK， 再次响起我们的车载 DJ， 我们前往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。那就是昨天本来没有吃到的更出名的另一家三文鱼。这家不仅更出名，我个人觉得味道也更好。它还有一个这样可以拍照打卡纪念的小博物馆，而且还自带一个特别漂亮的露天区域，可以在这里一边看风景一边享受三文鱼。Do you like the belly, the creamy? I like creamy ones. That looks good. I think I'll get this one. Both of them. Both? Okay, Yeah, both. 哇！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车前往皇后镇啦。不过在去皇后镇之前，我们会先路过一个有着非常出名、全世界最好喝的牛奶的地方。哇！就是这家店在快要到雪山小镇瓦纳卡之前的一个地方。小店特别的精致，里面有很多可以作为手工品购买的小玩意儿。但是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冰箱里的牛奶。宝宝这奶好好喝。宝宝这奶好好喝。好喝，都很干了。宝宝 How's the milk? Is it good? Good, Pretty nice. wonderful. Oh, good. 接下来我们就来这个美丽的雪山小镇瓦纳卡歇歇脚啦。
真是哪里都有中餐馆啊。现在我们要前往的是瓦纳卡的孤独的树，然后据说呢，这个树是非常的照片，但其实就是长在湖里的一棵树。不是，它绝对不是孤独的树。真的是孤独的树，你看吧，我骗你干。长在水边的一个树。我说句实话，来，我把镜头转向一下其他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树更值得一拍。说实话，瓦纳卡这儿真没什么特别好吃的。这家 Stoker Room 还算是不错吧，花样很不错，但是味道也就那样。哇！终于抵达了皇后镇。睡了一觉起来，没想到天已经黑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出门觅食，顺便看一看皇后镇的夜景。我们选择了皇后镇最出名的 Ferg Burger， 在这个 Ferg Burger 旁边呢，就是他老板的老婆开的一些小店，什么 Gelato 啊 Bakery 啊，他们家 Bakery 还挺好吃的啊，不过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试一试。在皇后镇的第二天，我们打算去玩一个特别出名的项目。之前说是落日飞车，但是由于现在天黑的时间还比较晚啊，所以我们是看不了落日飞车了，就选择了白天去。俯瞰的风景真的很漂亮，哎，要是能够冬天来看日落就好了。我们去的时候，这个落日飞车好多地方还在修，好像还有新的赛道要开辟呢。感觉以后可以再来一次。新手完全不用担心啊，它都会有教学的，而且这个车真的非常的简单，我感觉小孩都会开。这家店的味道还挺不错的，喜欢吃肉的话一定要来试一试。他还会给你讲解一下这些肉是什么部位，然后怎么吃。在皇后镇的第3天，我们打算用半天的时间去格林诺奇看一看啊，当然是有点后悔的啊，这个行程，因为来回的路上站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。饿得不行了。风景是美的，但是由于前2天看过了 Tekapo 和 Pukaki 这2个湖吧，对这个景色就没有什么欲望了。这是什么拍头啊？看完这些，我们就准备离开皇后镇往返城走了。返程我们走的是东线，所以我们来到的第一个城市是但尼丁。我们订的这个酒店超级复古，特别的酷，大家可以去试一试。然后我们找了一家为数不多在7点钟之后还开门营业的餐馆，在一个小山坡上，特别的有氛围感。这个闻起来有点像烧烤黄瓜的味道，这个闻起来有点像是干过花菜的味道。是的。第2天我们就在市区转一转，看了看这个但尼丁大教堂。然后听说这里有着全世界最陡的斜坡，我们也去看了一下。它这个高度完全就是在相机里、手机里都拍不出来。然后在继续北上的路上呢，路过了一个 cheese factory， 我的天呐，好多 cheese， 感觉自己下一秒就化身为猫和老鼠里的 Jerry 了。开着开着我们就到奥马鲁了。奥马鲁这个地方听说是有野生的海狮还是海豹，反正你们看被我们遇上啦。它好臭。我想特写给到海狮。我在海洋馆都没有看到过这么近的海狮。真的是。除此以外，他都根本不想 care。但有一说一，这海边的风实在是太大了。好美，他在看我们哎。Hello。新西兰牧场。我们在奥马鲁的民宿是定在了一个牧场里面，我觉得超级有特色，特别的有氛围感，谁懂啊？而奥马鲁这个城市呢，给我的感觉和印象就是非常的荒凉，但荒凉之中呢，又透露着一些烟火气。怎么感觉到处都是很多年前的遗迹呢？
不过这家唯一有烟火气息的餐馆确实挺不错，当然我指的是他们的啤酒很不错。来看蓝企鹅了，但是不能拍照，但是可以看看帅气的我们两个。看企鹅的话，你们去网上搜图片吧。谢谢，再见。这一期的新西兰 vlog 差不多就这样结束啦。从奥马鲁回去之后，就直接到基督城了，然后就可以坐飞机返回悉尼。天哪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剪过这么长的一个 vlog 了，我已经不奢望有粉丝可以看到这里了。但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求求你给我点个赞吧，因为你这样子的耐力，你做什么都会成功的。